我是吴文杰医师，今天很开心哦，而且是请到重量级的来宾。我们今天不录《胃食道逆流》专辑，我们今天录我们医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的一个专访。大家一定很好奇吧？我们先来，你猜我们医院最重要的是哪一位？当然就是我们的张克士总院长。那我们请张克总院长，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张克士医师，我是心脏内科的专科医师。我们现在这边有元荣医院跟延生院，成为一个元荣医疗体系，在这边担任总院长，我是张克士。所以张总院长好，我们很多粉丝朋友有看到你的一些新闻啊，包括说你有捐钱给百桌哦，大家一起吃团圆饭，千人围炉，千人围炉，然后还有巧布球的一个认养的新闻。所以那时候我在放到我粉丝团的时候，有些粉丝朋友就问我说：“你那个总院长看起来好像只大你2-3岁。”就是我那时候到底是我操劳还是总院长太年轻？我们来问问看，其实我也不知道总院长大概多少年纪。总院长，你当主治医师大概几年了？我这么讲哈，刚好我们今年是我医学院毕业到现在刚好满30年，30年，所以从医30年，如果从实习开始算的话，还有2年，所以已经有做了医生当了32年了。哇！文姐很客气啊，谢谢文姐看起来很客气。不要32年，你可以想象吗？其实我才当10年左右吧，10年左右，所以总院长其实是保养的非常好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也问我说，为什么叫总院长不叫院长？到底我们医院有时候有元荣医疗体系，有元荣医院、原生医院，这个到底是2家医院一起一个体系，还是说跟荣总又有什么关系啊 ？OK， 好，这其实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应该说13年前，民国96年的时候，把这一家地区医院接起来。好，那本来它有一个名称，那我们把它改名叫元荣医院。那改名元荣医院的原因，很重要是，其实我在荣总训练的，我在台中荣总学习内科跟心脏内科，考到专科医师之后，然后就是来到这里了。那我们当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荣总体系的医生来到这里，我们有一个想法说，能够在员林这个地方，把荣总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医疗带到一个社区来。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名字改成叫元荣医院。那这个意思也是说，好像在园林有一个荣总。那当然我本身从荣总出来，我们这里带了很多荣总的医生，这也是一个原因。另外当时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票选的活动，我们当时在改名字的时候呢，我们有办了一个票选，我们很尊重民意的，就像现在有选举一样，我们收集了1000多份有效的问卷，结果我们提供了几个名称。那后来民众的最接受度最高的就是元荣医院。那这个名称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除了这个荣就是说好像代表我们一个好的一个优质的品质。因为我所知道文杰是从台北荣总训练出来的，那荣总毕竟是个国家级的医学中心，能够训练优质的医生团队等等。那我们除了这个意义之外，元荣呢又有一个好像事事圆融这个感觉，觉得让人家听起来会觉得很顺心愉快，觉得说事事都很圆融的感觉哈。那后来在3年多前呢，因为我们的服务量爆满了，我们要扩充我们的服务。就在园林当地接下来一家原生医院，所以就是变成一个小的体系了。那我们是2家社区的医院，大概有400多床，所以我们就称为元荣医疗体系，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总院长在当初好像是原本那家医院的心脏科主治医师而已，是，这是当红炸子鸡。但是后来因为过去的医院经营上不是很好，是，结果你就毅然而然把它接管下来。是，我那时候是很大胆的。对啊，那时候是这个财务来讲，因为在医疗环境过去制度的关系，可能在地区医院的发展，大者恒大，那小的医院比较难发展。那当然在政策上面也是对地区医院并不利啊。那所以当时的环境，地区医院是不容易经营的。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很大胆的把它接下来。那除了财务的一个很大的包袱之外呢，有一个很大的包袱是口碑的包袱，所以我们要逆转这个口碑啊，就是要找像文杰这样优秀的医生来到这个医院来。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在除了财务的这个逆转，我们主要是说把这个口碑逆转。那这件事情还好啦，就是说我们很努力，那毕竟有一点小小的成果，然后也能够找到像文姐这么优秀的医生，这就是我们过去的铺陈的那个土壤已经够肥沃，可以来这个种像文姐这样的大树了。所以这个是因为很多医生一起努力的成果。是，谢谢总院长。其实我自己在自白一下，就是说，其实像今年我发新书，好像新书也卖得还不错。那有胃食道逆流中心这个成立，还有一些新的技术的这个领先，或是说突破好了。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一个团队甚至一个医院总院长整个的医疗的体系的团队的支持才有办法。不然
很多病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会从台北，你就住台北啊？难道你是园林人吗？为什么你会跑园林服务？当时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医院的这个支持，所以为什么？据我了解，院长就是说，很多医院，包括北部的医院也好啦，医学中心也好，我们在想到要发展一个新的技术，或者说是一个很好跟国外一样好的一个设备的时候，通常都要买一些设备。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医生想要这样子做的时候，都会被拒绝。因为他会就说，你先到会计部，好，接下来算成本分析，你先去卫生局问问看，然后你先看看这个会不会赚钱等等。那我就想说，到底那我们病人的需求在那边，但是我们却达不到。那我过去在当总医师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外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台湾好像次等公民一样，都拿不到这样子的设备。所以，可是院长好像就蛮不一样。当初我为什么会来这边，也是因为我觉得总院长就是在说第一次见面那时候就有点像发光嘛，好像说没问题，你来这边我就会好好照顾你这样子。所以确实是。所以为什么院长在这块会跟别的医院的一个管理的方式跟理想不太一样？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考虑点是从哪个角度出发，最重要的重点。比如说我们的考虑点，如果以病患的需求、病患的利益为考量的话，那你会觉得说，因为我从翁姐那边知道说，我们台湾胃食道逆流的老百姓非常多的，有25%。那这么多的人的需要，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如果以这样子的需求导向，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以病人为中心这样子的概念来处理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的设备的成本那些就不是唯一的考量。那当然有需求嘛，我认为就是其实这个不用太在意这个投资的成本，因为有这么多的病患需要，我们只要把专业技术做好，那我们要加上一个优质的服务，我认为可以把病人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当然我们的考量的一个重点都是，其实我想文姐她的想法很多跟我一样，就是我们都以病人的需要、病人的安全或者病人为中心这样子的概念在想事情。那所以我们管理阶层或者是说医生的临床服务，其实都是要以病人为中心。那以这样的考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会太在意这个投入的这些设备的成本。我也认为说，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当你把核心价值发挥好了，当你把医德发挥了，那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利润啊，或者是盈余啊那些，我认为那个都会自然产生，所以我就不会以那个为最重要的或是唯一的考量。对，所以我觉得在总会长这个事情讲完之后，很多的那个医学生开始在报名要来当元龙医生，医院的医生。其实院长在过去肠胃科还没发展胃食道逆流之前，其实元龙医疗体系就发展了以病人中心发展很好的一个心脏科的这一块的一个体系。要不要跟院长，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心脏科在元龙医疗体系是怎么样发扬光大的？是这个我们在刚接这个医院的时候，我就跟所有的同仁分享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一直在推动这样的核心价值，就是专业、爱心、施病有情。那这个东西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专业的团队，能够就是提供爱心的服务，并且呢把病人当家人。希望病患来到这个医院就像回到家的感觉，这样的温馨。我们也希望说，医院里面就是只有人情味，满满的人情味，但是没有药水味，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很努力的依照我们的核心价值，跟所有的同仁一起来努力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那在专业部分呢，我觉得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能不能提供救命的设备。所以呢，因为在过去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心脏内科，我深深的感受到说，很多病患因为我们可能服务的还不错，很多的口碑不错，会有很多的介绍很多病患来。可是这么多的病患来找我们，因为信任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如果当你的服务服务不能完整，比如说我们看了他的病，把他治疗好了，稳定了，慢性病控制了，可是呢，当他需要做心导管、需要做介入治疗、需要做紧急抢救的时候，都要转诊。有时候转诊之间，有时候还会引起一些生命的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为了这样，我就把这个当时就这个毅然决然下定决心，就是投入了一个救命的设备。所以我在这个专业的团队这一件事情里面有很重要的就是救命的设备。那其他当然就是领先也好啦，创新也好啦等等。但是这个救命设备，我还要特别强调说，除了救命的设备，当然你要有一个优质的心脏科的团队。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社区型的医院，你要找到优质的医生，好像文姐这种尤其台北过来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当然你要先把这个舞台把它 create 好一个 platform， 一个好的平台，让这些医生能够发挥。那我们也很成功，就是说让心脏科的医生，我们陆续来了几位很优质的心脏科医生，好，那他们都在本来的医院都发挥得很好，可是来这边发挥得更好，而且那个是发挥的这个服务量是好几倍的成长。那这个就是说，当我们把舞台建立好的时候呢，优质的团队的医生进来就很容易发挥。那这件事情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其实很多不是只有在团队、在设备而已，我们还在服务流程做了很多的改善，包括动线的规划。比如说我们在抢救生命这件事情，我们就很深刻的感受到说，那个分秒必争。如果你今天到急诊室，然后你要送到心导管，你要抢救这条生命的时候，你要把心脏血管打通这件事情，你要很快速的动线，很快速的时间把它打通。所以我们曾经这个媒体也有刊载，就是说我们在过去有曾经救了一个心脏停跳9分钟，我们最近也救了一个心脏停跳10分钟，这等于是讲的比较直白，就这个人已经死了10分钟，死了9分钟。不过呢，在院外都已经死了几分钟，来到医院之后，我们可以在快速的几分钟之内把他救活。除了专业的技术，除了我们的团队，除了我们的设备等等，还有一个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急救的动线。我把这个叫做生命之链。这个东西就是说，从急诊室要输送到心导管室，心导管室的对面是交病房，交病房隔壁是开刀房，这个整个救命的动线是完整的，它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从急诊室送到心导管室，可能就有30秒到1分钟的时间。在很多大型的医院做不到这个事，因为它可能从急诊大楼送到医疗大楼，可能就超过10分钟了，电梯等等。所以呢，这个是在我们在就投入这样的救命设备的时候要思考的，就是把动线、把流程啊，然后这个要建立团队，然后投入设备。所以那时候也是我们在原点来讲是第一个投入要做这个急重症、做心导管设备，然后能够提供24小时心导管服务的是第一家医院。所以以病人为中心，然后救命是第一。所以袁总在总院长的第一个重点，现在就先把这个救命这个事情，因为珍珠原理你说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导管，过去没有。对啊，所以不过现在因为代理之后，后面很多开始就有了，所以记得我记得总院长，我们最近有个新闻，好像是说在我们元龙医院运动到最后的路上，是，这个就是在隔壁的学校哈，还好它离我们医院不是很远。就在我们隔壁有一个育英国小，那这个是一个年纪比我还轻的，他才50岁左右啊。那就是在跑步的时候，就是倒下之后是没有呼吸心跳的，还好当下的第一时间，就是我想这个事情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你只要想到一件事，就是想到高以翔，因为高以翔大家都有印象，这个就是等于发生在我们隔壁的高以翔。那这个发生之后还好，第一时间有人看到之后给他做了 CPR， 那这个第一时间 CPR 是很重要的。然后呢，送到对的地方，他送到元龙医院来来这里不是很远的，大概几分钟。那几分钟之后，重点来了，因为这个人大概这个心脏如果停跳，这个脑袋瓜可能5分钟左右，5-6分钟大概就已经缺氧了。其实到4分钟以后就很难救回来了。而且你有时候把心脏救回来，心脏在跳，可是脑袋瓜已经缺氧了，可能脑袋瓜已经没办法恢复这个意识，这也很麻烦。所以呢，这个要非常的这个抢救的时间非常的紧急，然后要分秒必争。所以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再从急诊室到院之后，又一面 CPR， 一面电击，一面要这个把它输送到我们的心导管室，然后心导管室的医生团队等等，要很快的时间把这个阻塞的血管找到打通。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所以这个病患即便是心脏停跳了10分钟，那救回来了，还好他在隔一天醒过来了，也恢复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个9分钟的也好，10分钟，9分钟是发生在北斗，离这边其实有一段距离的。然后另外这个是在附近的这个学校，在小学里面运动，这2位当然都很奇迹的生还。就是说我们在救命的团队的这个部分，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些动线流程，能够很紧急的把这个病患抢救成功。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常说，我们救了一条命，可能就是一个圆满的家庭，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这几年来，我们光这个心导管的服务量，可能才几年的时间就已经累积了快5000例了。在这个地区院来讲，我想台湾应该很少有地区院可以做到这么多哈。那另外就是我们抢救了像这样的情况的好几百位生命，我觉得说这是好几百个家庭，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我们也觉得说非常的这个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欣慰，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抢救生命。所以大家听到这样子的情况下，有生命之列又在元龙，那大家会不会现在天气那么冷，又怕心脏病突发，每个从台北都跑来园林这边运动，不能要跑到那种
选在医院旁边的运动场运动，不能离医院太远。是。所以心脏天气冷的时候，我们这些我们民众或者粉丝要怎么样小心预防心脏病？所以我想说，平常其实自己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比如说我们平常就有3高比如说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高，而且年纪也大了，而且又是年纪大了的定义就是说，男生如果超过45岁，女生超过55岁，或者你又有抽烟，我说3高45岁啊，45岁男生，我快要到45岁了，我快变老人家了。比较早，女生55岁以上就是年龄，然后3高就血压、血糖、血脂、抽烟等等这些因素呢，还有家族史那些相关的，那这些因素说你平常有时候自己要很注意最好不要在这种发生像高以翔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来抢救，非常的困难，那也非常的紧急。希望能够在平常的时候就保养好，能够知道说自己的3高有没有控制好，甚至于说如果你已经有心绞痛的症状然后可能要找心脏内科的专科医师先做一些检查评估，有必要的时候先要做一些处置，甚至有一些介入的治疗等等，不要让它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发作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也刚刚文姐讲的这个，我也呼应一下，说我也跟我们的朋友开玩笑说，以后运动要选场所就是离那个可以秀你的心脏能够比较近的地方。那这个刚刚我们前面谈的那个就是患者，他就是刚好在隔壁的学校运动。那我会建议说在尤其老人家最好在冬天的时候呢，不要在寒流来的时候呢出去运动。我们认为说运动的时间可以选择可以选择比较温暖的时候出去，那不要让这个一下子天气冷造成我们交感神经的刺激，引起血压、心跳等等的变化，造成一些心脏的一些不好的后果。而且运动的地方最好还是不要远离这个市区太远因为台湾的医疗很方便，其实市区的医院还蛮多的。那基本上不要在这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有时候真的出了事情的时候要救也来不及了。对，所以它天气冷、寒流来，尽量就不要跑太远了，就是在市区里面，也尽量能够在温暖的时候去运动，是温暖的时候运动。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总院长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他眼睛是充满了理想。所以我又想说，那时候我一直在跟我老婆讲说，其实我来这家医院因为那时候我们医院的团队还有院长领导都是属于比较理想派。理想派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希望帮病人做到什么程度，说我们就会努力去达成。是，所以这个院长，您在这个您觉得你是理想派的吗？还是你觉得你是其实理想派又实践派？然后我是无可救药的理想派。你们被人家抱怨说，你也太理想了，做不到的。理想，我有时候很多干部都还常要拉我一把，就叫我说不要那么理想。那我是觉得我们正向思考。我常常也受到有一本书叫《秘密》那本书的影响就是说它里面讲就是一个正向思考。其实我天生就是个很正向思考的人。那我也是一个文姐所说的理想派的一个医生，也是一个经营者。那我一切都是觉得说，当你做的事情是发乎善念，有正向的力量，你做下去，它就会有正向的结果回来。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那时候院长讲这个吸引力法则的时候，我真的也是非常有感触。就是当初我在仁爱医院那时候发展胃食道逆流中心，胃食道逆流的手术跟技术的方面，一直想说怎么办。因为毕竟公家医院它在发展这一块新的设备跟技术上面还是有点受限，正想说怎么办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就去录影嘛，那时候我常常在威斯好啦、健康好生活录影，就遇到我们医院的陈玉峰主任。是，那就是录完了嘛，那时候很轻松，就跟陈玉峰主任在聊天，还有我另外一个大学同学长庚的那个陈俊宇医师聊天说最近干嘛？我说我最近在做这个胃食道逆流手术等等的。后来玉峰就说：“哎呦，你这个好像是新的这个台湾比较新的技术。那这个我们总院真的，我就照实说，他就说这个我们总院长应该会很有兴趣。我帮你打个电话，然后他现在看诊，他应该会接我电话。于是那时候玉峰主任就赶快跟总院长先报告这个事情，当天就报告。然后那天晚上就玉峰主任马上就赖我，总院长觉得说你这个是非常有机会在医院里面有这个前景跟特色。”那正是需要的这个部分所以那天这个总院长太识才了，这个是怎么那么识货真是，所以后来我就说好，那赶快我们这个约个时间让玉峰主任那跟总院长大家一起，就是还有我们很多的郭院长尹副院长等等，我们大家一起就是坐下来跟讨论这个事情。那天大家院长，我们已经来原生快2年了张总，你还记得说？当初我来的时候，你看到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感觉吗？
就是一个年轻的医生。我说这个年轻医生怎么那么厉害，这么年轻就能够创新领先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非常的爱才就是非常的这个珍惜人才。那时候一看到就觉得哇很惊艳。对啊，我觉得因为像如果我看到跟我一样年纪，我觉得说那个可能可以发挥的有限，因为时间很短，文姐还有很多很长的时间，所以我看到就非常开心对，我自己也很惊艳，这么年轻啊。其实我现在还是要多运动才能够拼久一点所以当初我想我来这里的时候，我也是虽然但第一眼但是地区医院，因为我从来没有到地区医院，这是过去在台北荣总仁爱医院基本上都还算是在台北因为台北就是天龙国嘛，天龙国嘛，所以医院就是觉得就是很多医院很大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来元农的时候，园林我还是第一次来园林，那是我第一次来园林来跟拜会总院长的那个晚上，那还印象蛮深刻的。可是总院长那时候跟几个院长，他们对我的这个期许跟指导，还有就是鼓励还有支持其实我那时候就很感动。所以总院长那时候说，你做得很好，没关系，你要有什么的理想，我们好好的大家团队一起帮你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做好。就后来我想说，后来总院长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那个给那个宾客的一个小礼品嘛，会有一个瓶子有个笔，那个瓶子竟然有写我的名字，我的眼睛快流下来。他说，哪有我从来没有说过说有一个医院的团队，然后送我一个瓶子，上面还有我的名字。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医院的细节是蛮注意到。其实感动的是我啦，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被感动，因为有这么优质的医生愿意从台北下来，等于是下乡那下乡是在这个非都会区。因为我想，像文姐这样的医生，她基本上这样的年龄，还有一些小孩子要照顾小孩子还小等等，有一些家庭的问题需要解决等等，所以我觉得说，能够从台北那离乡背景到这个地方来，我是觉得很感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其所能，让那个文姐能够在这边发挥。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刚刚讲那些细节，其实我们觉得我们都是真的是很真心、很用心的去做一件事情。我想真的是非常衷心。甚至你知道吗？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好像没有跟总院长讲过，就是隔天我这个人就还是务实一点我就住在这个晚上，住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我自己一个人来，然后特别是在医院慢慢的实地探访一下因为毕竟如果要签约，还是要看清楚。那我就要看从1楼、2楼、3楼，第一个走到7楼的时候，那一天忽然就会有一个护理长把我叫住。你干嘛？我说你这个先生是怎么样？为什么从1楼看到7楼？他看到我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说，这个不简单。我说可是他对我是问我说为什么？他不是说真把我当贼啦，我其实不是，那时候看起来很正气凛然。对，他想要帮忙，说有什么问题。后来就说原来这个是医院的护理长，然后他观察到有一个新的人，一个年轻的男生从1楼慢慢的看到7楼去。这个细节，后来他就说原来我是新来的医师等等，他就带着我这样每种再看一次。所以虽然护理长在我来元农报道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不过他就是让我那一天就让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元农原生这个医护人员这个细心的程度是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那时候我就隔天就跟我老婆说，老婆我没有问你同意就直接签约，好啦，就来了。然后老婆说。不然怎么办？你就说好，我会走，不然就来了。可是为什么会来？因为这边其实不是只有在我胃肠医疗中心来才开始发展。其实过去除了心脏科之外，总院长是不是在分享一下？我们还有很多特色医疗，都发展得很好。其实我刚刚说的专业特色，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救命的部分就心脏的一个急重症的团队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领先跟创新除了刚刚文姐这一块就胃食道逆流中心，它这边还有结合3D 内视镜未来这个胶囊。胃镜等等之外，其实我们也导入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 AI 人工智慧的肺癌筛检的辅助判读。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空气污染 PM2.5 很高，有很多没有抽烟得肺癌，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及早发现必须要用低剂量的肺癌筛检电脑断层来做检查。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导入美国最新的，就是在这几年才发展出来的 AI 人工智慧的辅助判读系统。那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这个变成台湾现在目前最领先的，也是唯一的的这样子的一个先进的设备。那这个之外，其实我们也，比如说我们也成立一个很多人会有被疼痛所苦所以我们有疼痛控制中心跟神经修复中心，这个部分也有很顶尖的医生来主持。
然后也是引进很尖端的一些技术，能够不用开刀，做到非常的微创，能够解决疼痛的问题。那这个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东西就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骨科的医师他做微创的这个骨科的膝关节置换，那这个部分就是说他把这个疼痛控制可以结合起来，让病患这个能够提升他的就医品质、手术的品质，让微创之外能够尽量无痛。那另外就是说，包括我们有一个伤口治疗中心，这个都是说有一种整合的概念，像我刚刚讲的骨科，就把膝关节的置换结合疼痛控制中心的这种疼痛控制的，我们叫 RF， 就是一个射频治疗。那我们有一个伤口治疗中心呢，它就把因为伤口，尤其是糖尿病的伤口，它伤口不容易愈合，那你换药也不容易好，那很多这个病患呢去很多医院都要把它截肢了。但是我常讲说，截肢对一个医生的技术来讲是非常容易的，可是对这个病人、对这个家庭是非常非常沉痛的、痛苦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我们要想尽办法来解决。所以呢，我们成立一个跨科别的整合照顾的团队，我们能够把心脏科的优势的这种治疗血管的问题，把周边的这个血管，就是我们脚的血管把它打通，打通之后呢，配合高压氧的治疗，配合震波的治疗，配合这个伤口治疗中心有一位郑主任、郑文昌主任，他的优异的这个换药的技术，能够把一个伤口不但不用截肢的，可以把伤口换得非常漂亮。那我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在推动这个我们的有一些这个照护里面呢，有一个整合照护的概念。所以我们的伤口治疗也好，刚刚说的膝关节照护，包括其实胃食道逆流在文姐的主持之下，也结合很多跨科别的一些，其实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它要解决病患的问题，就必须要跨科别的整合服务。所以我们现在包括医院里面有一些中西医的整合，有刚刚讲的伤口治疗的整合。好，那有一些就是说，包括刚刚说的胃食道逆流之外，我们像就是有一些就是像脑中风的治疗，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经内科、复健科，然后也是结合高压氧、结合中医的针灸、结合静脉雷射光疗等等等这些的先进的这个仪器设备，加上优质的团队把它整合起来，在我们这种社区型的医院，特别容易发挥这种整合的照顾，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的医疗体系哈，我想文姐跟我都在荣总体系待过，那我们也不是说荣总好不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体系呢，因为在医学中间分工很细，那分工很细的结果，有时候就会缺乏整合，那有时候病患就是变成这个东一个科西一个科，为了一个看病，可能一个早上看好几个科，那这样来讲对病患来讲，当然有一些不方便，那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办法把各科别整合起来。最重要是说，这些整合之后的这个各科的这个提供的协助，对这个病患的预后，对这个病患的治疗结果有很大的帮忙，这是我们最期待、我们最想要的一个结果。是，所以刚刚主任长讲的这个整合的观念，其实就跟我们的核心价值一样，以病人为中心，是去做最好的一个团队的利用跟帮忙。是，所以我还在帮大家再整合一下哈，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我们有神经再生中心嘛，就是主要是做止痛。一些慢性疼痛不用开刀的方式去做修复。第二个，我们有个骨科林伟主任开刀非常好，膝关节开了都不太会痛，术后的照顾非常好。那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说伤口照护中心的郑文昌主任这边的这个脚血管的伤口手血管都可以，这各种伤口褥疮，好像是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对，而且我记得郑主任那边是不是有个高压氧，算是台湾，比如说园林这一区算是蛮前。园林就我们这边有。是有高压氧就是园林这一块。他那个团队应该是，我想是台湾非常权威的团队。是，所以高氧的这个团队可以照顾伤口。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心脏科，但是不用话讲了，没有话讲，这已经是很好这个救命的这个生命之列。然后再来就是胃食道逆流中心，我认为刚刚总院长讲到那个中风的治疗、整合治疗，比如说神经内科为主，然后又有那个伤口照护，然后有复健、中医，对，还有那个现在有还有高压氧静脉雷射光疗，这就是，所以一个病人来这边，他可以觉得原来我有那么多的选择可以帮我，而不是只是说就是吃药，然后医生说其他的就交给别科，你继续看别科，是不关他的事。是。所以我们大家当过病人，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核心以病人为中心，其实蛮必要。但是我们所有患者都会，或病人粉丝也可以讲，他说你们吴医生你看起来好像过得很开心，每天都很好，你想到什么事就可以做得到等等。然后甚至外国纽西兰的医生跟我讲什么，他说。那特务要后面用中文啊，你也太过瘾了吧？但是出属也太爽了吧？怎么你要的医疗设备什么都有，什么 Melo Scan 那个食道压力检测、胃酸检测，然后手术的治疗，他们都还有些都还没有。他说你们医院也太什么都有，也太厉害了。所以我说
想要什么就可以做得到。这个除了吸引力法则之外，我想问我自己也很好奇，说总院长他有没有遇过想要什么的这个挫折或者做不到的挫折，然后后来你要从挫折当中怎么样去站起来？我还好是说，因为基本上在这个我们从医的这个整个历练的过程啊，包括从学校毕业之后到台中荣总训练，然后后来就是阴错阳差就是来到这个非都会区的社区嘛，到园林。其实我是埔里的人，这是乡下埔里人对，然后来到这里，不过当然长期也是为了说家里在埔里。老父老母嘛在家里，那我就觉得说可能就近可以照顾，所以当时选择台中荣总，没有去台北哈。那虽然读书的时候都在台北念书，包括高中跟大学哈，但是后来来到社区之后，其实我这个在从医的经历里面是还算可以，还算顺利的哈。那过去在这个社区能够就是做心脏内科这样子的一个科，因为过去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次专科的医生来到乡下，所以我们就可能会让有很多的病患有这样的需要来找我们哈。那这一个部分都是做得不错。当然刚刚提到说家里在埔里，所以这里面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说其实自己救了很多的人救了很多的病患。那自己的爸爸就在前年5月底的时候过世嘛，那也是在我们医院里面。那因为就是人总是没办法胜天哈，就是说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有点遗憾，就是说自己救了那么多的人，可是自己的父亲在遇到状况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把他拉回来哈。那这个也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也是可能在行医的过程中的一点点挫折可能是刻骨铭心的挫折。我想亲情这个爸爸妈妈其实永远都是我们的医生的牵挂了嘛。我们每次看到别人的病人，我们都在照顾别人的爸爸妈妈，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反而在照顾我，他就帮你照顾小孩子啊，帮你煮饭啊，或者说，然后等到他们老的时候，虽然我现在我爸妈大概65岁，但爸大概65岁，对，但是我已经在思考，我说他总不可能一直帮我，我似乎我应该要开始回馈了，不然再过之前就太老，就是太晚。所以总院长今天讲这个事情，就是不是只有总院长遇到，其实每个医生心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忐忑。所以有很多的学长，很多的认识的好朋友，他们其实都回到他们家乡去，陪到爸爸妈妈旁边。那对不起啊，因为我真的是有我的理想哈，所以我3天还是在园林的。但是父母这一块，我觉得是我们非常就是很难克服的。但是我们相信。不管是总院长父母，或者是我父母，都是一个个医务人员的父母，其实都会以你现在在做的医务人员在做的事情感到骄傲，对不对？是。那我们在看到最后就是说总院长你觉得我们胃肠瘤中心现在我们也做了手术嘛，胃肠瘤的一个领先的手术，然后有个24小时胃酸检测，我们甚至也是领先的96小时的胃酸检测，然后。最近在去年也有领先一个跟美国同步的这个食道压力检测，整个把胃酸瘤用得很完整。那最近今年又开始进入所谓的3D 系统，跟胶囊胃镜系统去检查更完。这样子我这样做这2年当中，因为我快要签约了，我不知道怕总院长不请我，继续让我要把我 fire 掉，到时候我要炒鱿鱼。这个总院长，你觉得这2年在做这个这样子 OK 了吗？还是说你觉得在明年希望可以有哪些我可以再进步的地方？刚刚文姐实在太客气了，我们求之不得啊，我们这个求才若渴，好像这么优秀的人才，我们怎么样能够请来都来不及的，怎么可能不要续约呢？我们是这是我刚刚说我自己很感动，文姐从台北过来这里哈，当然也会忽略到一点点，就是可能有一些家人的照顾等等，但因为我们想要说能够服务更多的病患，能够把一些领先的技术带进来，所以我想我对我们云龙医疗体系的原生医院这边的胃食道逆流中心，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就是我们想办法，就是以病人为中心这样的概念来解决病人难缠的问题。刚说过，因为有25% 的人有胃食道逆流，轻重不等。当很严重的时候呢，我前不久有一次就是很就是可能吃坏肚子，有一次就是急性肠胃炎那个肠胃炎的胃的部分还蛮厉害的。那一次就觉得说那个胃酸我第一次感受到胃酸造成的那种痛苦，是躺下来是很难过的。所以我觉得说有很多病人在这样的痛苦之下很难过的，睡觉都没办法躺平。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说这个我们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这么难搞的问题，这么难缠的问题，而且呢，文杰主任能够透过除了他的团队的优质的，这个不是只有医生，还有一些技术的团队都很不错的，然后能够结合起来，能够跨科别的把一些其他科别的医生能够带进来整合照护，
然后呢有一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加上未来我认为说可能还有一些 AI 啦，有一些可能先进的这些智慧医疗的东西，能够再加值的这个技术的服务，我认为说未来有很多的可能，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希望说，我们不但能够成为国内的翘楚，能够由文杰主任来带领，成为国内的领先，也希望能够在亚洲甚至于国际世界上能够引领风骚，能够像刚刚文杰说的，我非常开心的是说，我们居然有纽西兰这样子的先进国家的主任级的医生来到这边学习。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这边成为一个很好的治疗的场所，我们有很先进的仪器设备跟很好的优质的团队，又能跨科别的整合照护的时候，提供最好的解决办法。那我觉得说，能够成为一个打到国际去，能够让这个医院成为一个胃食道逆流真正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中心，甚至于成为一个未来培育人才的一个场所，一个医院。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我想总会长给我很大的期许哦，我今年会过得比较辛苦一点，很多事情要做哦。你做得到，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只有就是医院的支持、总院长的支持之外，我的团队目前就1个医生、2个技术员，所以如果镜头上面的粉丝，或者说各位的医护人员们，或者这些热血的要冲刺的，想要为台湾的医疗打拼的年轻的医护人员或者肠胃科医师，我想老板都还蛮好的哈，活得很好，所以。老板那么好，有机会的话，其实好好的来，我们也许可以一起打拼这个舞台里面，让它发展。因为毕竟人少还是有限，靠团队，要靠团队，对。但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开始也写报名表？好，我们开始写报名表。所以最后我们当然也不忘了要小小的打书一下。最近在总长帮我写一个书序啊，我在1月3号的时候已经正式的出了这本叫《终结胃食道逆流》的这个。胃食道逆流手册哈，当然这本上哇，有患者说哦，你们拿起来那么厚，像圣经一样，真的我怎么读得完？没有，就是因为跨科会诊，所以我们从原容、原生这个所有的治疗的，不管是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就是以病人为核心的跨科的合作。是，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其实里面有很多医生呢，是我们团队院长也知道，我们来考试一下啊。总院长到底有没有看我的书呢？大家好，请问总院长，我们里面有几位我们原容医疗体系的医生？大概有3、4位有了。好的，然后请想出名字。我知道陈玉峰也有啊。对，陈玉峰主任听咯，心脏科。对，中医的林主任，林部长，林清怡主任嘛。对。好几位，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很壮的这个。在朱俊朗，对，还有复健科，对，好，那最后我们还有很多科非常好，我们还有心脏身心科的医师和何医师，对，何凯的医师。那其实我们的团队很完整，我们团队算蛮完整的。那总院长不知道你翻了这几本书，而且你还有看了一下书嘛内容嘛，也写了推荐序。你有没有这本书有没有觉得在以心脏科的观点，对于胃食道逆流有没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心脏科来讲哈，我在序也提到说，其实我们心脏科对这个不陌生。为什么？因为做这人那种灰球心就是那种会你修也心嘛，那个胃酸倒流的感觉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呢，很多灰球心没人来吹完哈，吹心脏科。所以他开始的时候看错科，看到心脏科。当然，心脏科还是要先排除心脏方面的疾病。那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病患，所以我们觉得说，确实很多病患被这个困扰。那因为这个书里面我看到最重要，其实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它是因为这个造成胃食道逆流这样的原因呢，是很多元的啊，可能不是只有胃酸的因素，可能有根本的因素，可能有压力的因素，可能有一些身心状态，可能有一些包括你熬夜喝酒包括你应酬等等这些生活形态的问题。所以它就有很多的切入点，很多的科学需要提出它的意见，所以这里面就提出了很多的解决办法，跟一些改善的方案跟建议的方法，所以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科别的提供的这种专业意见。好，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文杰主任因为这个方面已经非常的专注了，所以他很多问题他都能够抽丝剥茧去找出这个，他平常在治疗病人是很用心在诊治，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能够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容跟知识，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民众做参考，而且我认为它里面写的还算是很平易近人的。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我想一般人都看得懂，不用所有专业的背景，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最适合的方案来解决病患的问题？就是以病人为中心来改善病患，能够解决这个，能够治疗到能够成功。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书能够提供很多的答案，因为不能说拖得太多，你可能要去买一本书来看一看这个。其实就在左院长，谢谢左院长的鼓励哦。其实我们就希望以病人听得懂的语言，病人听得懂的话来喂教病人。他们听懂了就会去做。做了，他们就比较不会常常来看医生，一直拿药。其实没有人想要吃药，但是又做不到，又不知道要做什么卫教。那这样子这本书，其实你省掉一次的医药费，一次医药费挂号费，你就可以买一本书回去。但这本书回去你可以看一辈子，可以看很多，而且你可以了解之后，你真的读完就送给别人，你学到东西可能更是。所以也恭喜啊，这本书目前在我们的博客来非常好，医疗新书目前都是排名第一。多谢大家的帮忙，很恭喜。那我对左院长也很支持啊，其实左院长也支持了很多书。那最后，我们左院长要不要跟我们的所有的荧幕上的粉丝朋友，讲几句祝福的话，或者说也要快过年了啊，大家给讲几句祝福的话。其实前不久刚好有一个媒体采访，也就是问到我过年期间的保养。其实刚好我们过年期间遇到的问题啊。刚好就文姐的科跟我的科通常都会遇到的，比如说你大吃大喝造成的胃肠方面的问题，包括胃食道逆流那有一些这个熬夜啦、打牌呀、干嘛造成一些肝脏的问题。其实文姐是胃肠肝胆科的医生，对不对？然后这个天气在这个我们春节的期间都是在天气很冷的这个冬天，所以呢基本上会很多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生机会。所以我还是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提醒大家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关注家人的身体健康。如果已经有一些症状了，一定要去做检查，一定要治疗。不要说这个因为在这个过年期间，因为就是可能医院也没有开啦，那可能我自己就是也忽略了，然后在这个过年期间发生又更不好了。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提醒大家，不要等疾病发生来治疗，希望能够自己能够预防发生，能够预防保健，能够促进身体的健康。自己先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我刚刚说有没有症状，有没有三高，该检查要检查好，然后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当然一个重点是说，今天也要借由这个机会，我希望能够，我想文姐主任也非常希望能够有好的合作伙伴。我们希望说像他这样好的人才在医院里面好好的发挥。我们这边我的责任就是负责提供一个好的舞台，让好的医生在这边好好的挥洒。所以我们希望说有很多优质的医生，甚至有一些这个技术团队的同仁能够加入这样的团队。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未来的胃食道逆流中心也好，未来还有3D内视镜等等这些相关的先进的设备跟这个先进的领先的技术，能够在我们台湾甚至于国际上发扬光大。谢谢总院长，不管是胃食道逆流或者医疗各个领域的，只要是领先或是你有这个热忱发展新技术，我相信总院长一定都会非常的非常欢迎，非常欢迎。那今天我想应该是仅此一档啊，没有因为目前胃节医师的健康笔记应该最重量级的，应该就是目前就是总院长。我来2年，这才做到第1次录影。你看，来几位总院长太忙，他很多事情，那所以大家要珍惜。那今天我们就很开心跟大家顺便拜个年了，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好，新年好，大家新年好。我们袁总祝大家事事圆融，袁生祝大家健康一生，谢谢，拜拜。